晚上9点半，业主群里突然弹出一条艾特全体成员的消息：双11期间快递过多，请业主们取件时遵守以下规则：一取件记得要扫码；2驿站每晚10点关门，10点后请不要在驿站停留；3快递请不要滞留超过72小时；4取错别人的快递请交给快递员，不要自行处理；5拒收快递请电话或短信告知快递小哥；6请在出远门前取走快递或转交他人代取；7快递员工作时请不要出声打扰；8还没上架的物品请先别取，也不要自行翻找；9当快递员重复一句话3次时，请用最快的速度逃离驿站。下班回到家已经是晚上9点半了。我在某电商平台的公司工作，临近双11，工作量巨大，几乎天天加班。我疲惫地躺到沙发上，恰巧业主群里弹出一条艾特全体成员的消息。我点进去一看，居然是包裹驿站那边发出来的公告，背景漆黑，字体血红。作为一个电商人，我瞬间对这张图新奇的设计产生了兴趣。现在连驿站也这么卷的吗？发公告都得特地设计一个海报了。我点开下载原图，几个血红的大字映入眼帘。乍一看，每个字都好像在往下滴血，效果十分逼真。最后一行小字写着：亲爱的业主，祝您取件愉快。这个时间点，看着外面漆黑一片，唯有驿站的灯光还亮着。不得不说，我着实被吓到了。但是业主群里面大多数的业主好像都不太相信。喵的吓唬谁呢？把我们当3岁小孩骗？我就不遵守了，能咋地？你要杀了我吗？什么时候为业主服务的驿站能反过来对业主进行服从性测试了？他们不仅不怕，反而都在吐槽，觉得这是驿站发出来吓人的，为的就是让他们听话。还有人觉得是快递员郭平搞的鬼，毕竟这上面都是对郭平有利的规则，不会是那快递员想偷懒，特意拿官方号来恶搞吧？就是一看那小子的面相就是个不老实的，上次我快递丢了，还没给我一个结果呢，估计就是被他偷了。他们在群里把从未露面的郭平抨击了一顿，越骂越难听，还嚷嚷着要投诉他。我们可是业主，他敢这么搞，我们就去投诉他。对，一定要投诉他。我记得驿站老板是出去旅游了吧？估计就是老板不在，他就飘了，等老板回来就投诉。我看了看手机上的公告，又看了看群里的那些言论，心里面有些不安。印象中，郭平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实男人，干活很勤快。因为驿站老板抠门，不愿意再招人，所以整个驿站平时都是他一个人干活。每天从小区里进进出出，送快递、取快递、分拣快递，有时候还兼职修个电路、换个锁、修个门。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的。这件事很不对劲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郭平一直没在群里做出回复。已经9点50了，群里只有几个硬茬子还在说话。老子今天还就10点去了，他能拿我怎么样？难不成还直接把我丢出来？就是我们的快递，我们想什么时候取就该什么时候取，好吧？伴随着这条消息的发出，我听到了隔壁邻居开门的声音。我们是一梯2户，我的邻居叫刘大勇，是个看着挺亲和的中年男人。他是去驿站取快递吗？那个在群里跳脚的硬茬是他？因着强烈的好奇心，我开门出去。刘大勇在等电梯，手也没闲着，在手机上敲敲打打。听到动静，他回过头来：嗨，小文，晚上好呀。他平时见到我总会这样主动打招呼。勇哥，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呢？嗨，突然想起来还有个快递没拿，急着用的东西，我现在去领下。居然真的是他。看了眼放在鞋柜上的钟，时间已经马上接近10点了。和他关系不错，我忍不住劝了他一句：勇哥，群里的公告你看到了吧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，还是不要去了。刘大勇无所谓的笑笑，丝毫没把我的话当回事。没事，那公告肯定是郭平搞的恶作剧，不用管。万一不是恶作剧呢？刘大勇依旧笑着和我打哈哈，哪有那么多万一呀？没事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我去就回。刚好电梯来了，他不再和我纠缠，上了电梯，固执的去了。我叹了口气，想到我家客厅落地窗好像刚好可以看到驿站那边的情形。我回到屋子里，紧张兮兮的看着楼下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我站到落地窗前，握紧了手里的手机。黑夜里，只有驿站的灯还亮着，看着有些瘆人。10点了，驿站的灯还亮着，而我并没有看到刘大勇被赶出来，也没看到那边有什么特别的动静。我心里松了一口气，估计就是他们说的那样，这就是郭平的恶搞吧。我正想收回目光去洗漱休息，突然我看到刘大勇的身影出现在驿站门口，可下一秒我整个人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只见驿站的闸门猛地落了下来，而正好站在门口的刘大勇被撞倒在地，他的一截身子在里面，一截身子在外面。我揉揉眼睛，有些担心的看去，确定了我没看错，他上半身在外面，下半身在里面，整个人似乎被从腰部分成了2截。我打开手机，点开相机，放大，想要看得更清楚一些，可是下面的一幕却让我更加不寒而栗。
只见刘大勇的上半身诡异地扭曲着，好像从腰部被砍断，只剩下上半身一样。他的2只手死死扒住地面，拖着半截身子，艰难地挣扎着往外爬。鲜血从他的下身流出，在地上拖出长长的一道血痕。驿站的灯关了，只有昏暗的路灯和月光照明。血液此刻看来是一种诡异的黑色。我快被吓傻了，看着手机里的半个刘大勇奋力地往回爬着。突然他抬起头来，好像知道我在看他似的，和我对上了目光。手机像素一般放得过大，就有些模糊了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手指没了力气，手机啪的一下掉在了地上。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浑身哆嗦着。等我再捡起手机朝那边看去时，刘大勇消失了，地上的血也消失了。过了好久我才缓过神来，我关掉相机，哆哆嗦嗦地拨通了报警电话，但是电话里只有一阵阵忙音。我看了眼顶部的状态栏，手机没信号了。我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有些不知所措。我想在业主群里告诫大家，至少能让大家明白那些规则都是真的，不要再出事了。可奇怪的是，虽然手机没有了信号，但业主群里的消息还在继续。早有人先我一步把照片发到了业主群里。我打开一看，那个发照片的人居然是从一开始就没说过话的郭平。我愣住了，群里寂静了一瞬，然后瞬间炸了，大家嚷嚷着郭平杀人了，杀人了，快报警啊，大家快报警，他疯了。但是片刻后大家反应过来，我手机好像没信号了，报不了警，你们那边怎么样？我手机也没信号了。我去，我也是，除了在这个群里，其他消息都发不出去。意识到手机没有信号之后，大家明显的慌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总不能在这坐以待毙吧？这个郭平平时不怎么说话，看着老实巴交的，没想到这么可怕，居然还能干出杀人的事来。要不我们还是逃吧？我心里总有种不安的感觉。他之前不是还帮我们修过门锁，他有那技术，不会在我们睡着之后破门而入吧？有人提议逃跑，我翻到上面，再次看了眼规则，连忙回复那人：大家先不要慌，记得查看一下手机上有没有取件码，如果还有没取的快递，我劝大家最好不要出远门。我这句话刚刚发出去，立刻就被别的消息顶了上去。大家现在都慌了神，哪里有人注意我这条消息？郭平现在肯定还在驿站，我没见他出来过，我就不信了，他可以控制那个驿站，还能控制被保安管着的大门吗？就是保安分分钟拿工具制裁他了，好吧，我开车冲出去，我就不信郭平还能拦着我们。群里的人纷纷附和，我也有些拿不定主意。大家到现在始终没人相信那个规则，只觉得是郭平为了泄愤杀人。见大家都这么说，我也变得有些不自信了。别废话了，快走吧，趁着现在郭平可能还在收拾尸体，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。走走，快走！群里的消息一条一条地刷上来，我往楼下看去，已经有车子从地下车库驶出了。第一辆车顺利的走了，第二辆车也同样安然无恙的出了大门。我有些异动的看了看鞋柜上的车钥匙，好像真的没事，要不我也赶紧逃了。群里也炸开了锅。嘿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就是没关系的吧？花开富贵，你们出去之后怎么样了？一切如常吧？有认识前2辆车车主的人在群里艾特了他，但是没人回复，估计是在认真开车吧。我继续往门卫的方向看去，第3辆车到了门口了，但是门卫的铁栏杆却没有升起来。滴滴，我看着司机把头伸出窗外，好像朝着门卫说了什么。紧接着他赶紧坐了回去，开始掉头。兄弟们，保安室根本没人，刚刚出去的2个人呢？抬杆是谁操作的？轰！在我看着业主群里发出来的消息时，突然一声巨响传来，车子爆炸了。那人没在群里等到别人的回复，虽然爆炸点离我很远，但我还是被那冲天的火光吓了一跳，不敢再站在窗边，往后躲去。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了？后面几幢楼的人看不到门卫这边的场景，听到这么大的响动，着急的在群里询问。他们接连艾特那个说保安室没人的业主，但他应该是没有机会回复了。此事一出，所有人都开始变得惶惶不安。这下刚刚再怎么不相信的人也该相信那些规则了。大家都不敢再轻举妄动。夜深了，整个小区陷入了睡眠，不知道别人睡得好不好，反正我是没睡好。第二天一早，我顶着个黑眼圈起来了。我正想着我并没有快递，要不去上班，然后直接逃走，等双11过了再回来。但是想到昨晚前2辆出去的车到现在还不知死活，我又有些退却。我翻着手机，平时消息动不动就99加的工作群，今天因为没信号，安静的可怕。突然一条消息弹出，你有一个包裹正在派件中，请及时取件。我心里燃起一股不好的预感，但是我敢保证我真的没有买东西啊。作为从事电商的好几年的工作人员，我自然是知道双11的套路有多深的。我几乎从来不在双11购物，所以从昨晚收到那条消息开始，我只有害怕，没有慌乱。我惊恐地点进去看了下物流信息，我想起来了，
那是我妈前几天打电话来跟我说的，给我寄来的土特产。经过昨天晚上刘大勇的惨死，我还是有些心有余悸。我不敢去，至少现在还不太敢去。我又重新看了一遍规则，反复确认了，只要3天内去取就行。我打算再观察一下。于是我重新坐到了那面对着驿站的落地窗前。这时候我看到我们小区有名的爱嚼舌根的李老婶拄着拐杖，慢悠悠地往驿站去了。我回忆了一下，记得他儿子儿媳前几天好像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了，他居然没去吗？他60来岁了，我印象里他用的好像是老年机来着。他没有微信，那他知道昨晚的那条规则吗？虽然李老婶很讨厌，但我还是好心的给李老婶的儿子打去微信电话。他看起来一副刚睡醒的模样，有可能是被我这通电话吵醒的。怎么啦，李哥？你看了昨天晚上业主群的消息了吗？不是哥们，什么消息啊？我昨天爬山累得慌，睡得早，你一大早的打什么电话呀？把我们一家子都吵醒了。他的脾气和李老婶很像，因着是一条人命，我才没和他计较，反而提醒他赶紧去群里看看。你快去看看吧，出大事了。他刚开始还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越看到后面，表情越是惊恐，最后已经面如死灰。我昨天上山前收到个取件码，让我妈帮我去取一下，那赶紧给你妈打电话呀。好好好，我现在就打。他挂了我的电话，给他妈妈打去了电话。我继续观察着驿站那边的动静，谁知片刻后，他又给我打来了微信电话。我妈的电话没人接，估计是下楼没带手机。他老是这样说他也不听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听他这么说，我也有些焦急。那怎么办？要不你帮我去接一下我妈吧。她不会用取件码出库，也没有智能手机，麻烦你了。我的快递马上就滞留72小时了，你一定要帮我呀。我神色一凛，行，我这就去。我挂了电话，鼓起勇气往驿站的方向跑去。说起来，我们小区出过好几次快递离奇失踪的事，很多时候都是被人误拿的，因为很多人懒得用取件码，还取错了别人的件，这就导致快递的主人找不到自己的快递，还查不出是谁拿的。驿站老板不敢得罪业主，就责骂郭平，让他赔钱或者去把快递找回来。我曾经在取件的时候听到过不止一次他被责骂，郭平肯定是没钱赔偿的，但他没上过学，智力有点小缺陷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一家家的敲门去问。我也曾被他敲门问过几次，也听到过邻居刘大勇对他频繁打扰的责骂。想到这，我总感觉我有点触及这件事背后的真相了。思考间，我已经到了快递站，一进门我就看见李老婶正被郭平拦着，而郭平嘴里连着重复了2遍请扫码出库。李老婶显然很不高兴，她拄着拐杖吧嗒吧嗒的在地上敲着。我都说了我没有手机，不会扫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想到规则上说的，如果快递员重复3次同一句话，就得马上跑。一听郭平已经说了2次，我吓得赶紧上前捂住了李老婶的嘴。哎，李婶子，你少说2句。来，我来帮你出库，好吧？李老婶嫌弃地扯开了我的手。你谁呀你？干嘛上来就动手动脚的？你想非礼我老太婆呀？李老婶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太好，估计是不记得我这个无名小卒了。我赶紧解释，李婶子，是您儿子让我来帮你的。你看，我手机上还有和他的微信聊天记录呢。我把手机递给他看，但他却不耐烦地一把拍开了我的手。去，我不认识你，这又是什么新型诈骗套路？我还不知道你们，别想看我老了就想骗我。见郭平走远了，他也不打算扫码出库了。趁着我蹲下捡手机，他转身就跑，手里的拐杖都成了摆设。我拦都来不及拦，眼见着他已经到了门口，我害怕地闭上了眼。轰！闸门猛地落下，我感觉到有温热的液体溅到了我脸上，我愣在了原地。第3个了，死的第3个人了。缓缓睁开眼，眼前的一幕果然和我想象中没有差别。昨天我看到的是刘大勇的上半身，而今天在我面前的是李老婶的下半身。2个画面的冲击力不用说有多可怕了，更何况昨天是黑夜，我看得没有那么清楚。而驿站里开着灯，李老婶双腿的每一个抽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我忍不住想吐，但胃里空空，什么也吐不出来。我还呆呆地站在原地，郭平却已经放下手里的活，面不改色地走上前去清理尸体。我有些崩溃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郭平，我知道他们让你心里有气，但是杀人是犯法的。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办法，但是我还是想劝劝你，回头是岸啊。郭平停下手上的动作，回头看我。直到这时，我才发现他的不对劲。他的面色死白，嘴唇发青，脸颊也凹陷了进去。怎么说呢？他现在看着就像一个死人。而且我仔细看了看，他手脚的地方都是空的，袖子和裤管空荡荡的飘着。也不知他刚刚是怎么收拾李老婶尸体的。他没有说话，看了我一眼，就继续做自己的事了。意识到他不是活人之后，我噤了声，也不敢和他搭话了。毕竟死人可不会怕警察。
从昨晚到今天，这些诡异的事终于有了解释。郭平死了，他的怨灵在报复。看了眼手机，我的那个快递还在派件中，看来我还得再来一次，现在还取不了。一想到这个，我就无比头疼。这样可怕的地方，我实在是不想再来一次了。我正想走，却看到了郭平在一旁的空地上分拣快递。我一眼就看到了我妈给我寄的土特产，上面农家土鸡蛋几个大字，实在是显眼。我在想要不要趁着他不注意去拿过来，但是想到那规则，我还是打消了这个危险的想法。不过郭平今天好像没有开传送带，反而是不嫌麻烦的，自己一件一件的从车上搬运着包裹。我觉得他这样有点慢，想提醒他一下，却在看到他那张毫无血色的脸时打了退堂鼓。出门时，我特意看了一眼传送带，要不我去帮他开了，这样不仅不用和他直接接触，还能提高他的效率。而且规则上也没有这一条，但是我在外墙上找了很久，也没有找到开关在哪儿，最终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。沮丧地回到家，没能救回李老沈，我还是有些难过的。我想打电话告诉李老沈的儿子这个悲伤的消息，顺便让他看看能不能报警。结果打了好几个，那边都没人接听。正在我疑惑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了什么。我点开和他的聊天框，放大了他发来的那张取件码的图片，上面的时间是3天前早上10点半，而现在我看了眼鞋柜上的钟，现在11点了。心情有些沉重，我叹了口气，看来我这电话可能是注定打不通了。我没想到的是，郭平的控制范围居然这么大，居然连在外旅游的人他都可以随意杀死。我觉得我有必要找破局之法了，不然这么个日子也不知道何时是个头，也不知外界怎么样了，我的工作有没有丢，我那爱骂人的老板也不知道有没有在公司把我喷死。我的快递是在晚上到的，正好我的一个老同学赵泽明也在这个小区，许久没有联系，他突然给我发来了消息，约我一起去取快递。你的快递是什么时候的？昨天的。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明天才会到期。我看了看鞋柜上的钟，已经8点半了。虽然还早，但是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还是和他约了明天一起去。第二天，我和赵泽明在驿站门口碰面，因为那个规则，现在的驿站看着井然有序，再也没有爆满的货架了。他一下就找到了他的那个快递，我忍不住感叹道：这多好啊！以前一堆滞留件也太不方便找了，我每次找快递的时间都得要个10来分钟，要是夏天还得翻得满头大汗。谁知赵泽明却瞪了我一眼，你这叫助纣为虐，知道吗？这些难道不是驿站该做的吗？应该让他们去想办法解决滞留问题，而不是这样威胁恐吓我们。我摇了摇头，不是这样的。不是什么？我说的难道不对吗？算了，跟你说不清楚。我懒得和他解释。赵泽明见我不理他，有些生气。我说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这么多年老同学了，你现在居然向着别人说话。赵泽明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，我打断了他。你冷静一点，我没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被他叽叽喳喳地吵得头疼。我打断了他。你冷静一点，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？不能。刘少文，我算是看透你了。我们这么多年友谊，你居然为了一个郭平跟我吵架。好得很，你以后就不要来找我，我们绝交。说完，赵泽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站在原地，一脸懵逼，不知道事情怎么就发展成了这个样子。心情不妙地回到家，我还是松了口气。至少取件一切顺利，我没有快递了，不会和那边扯上关系了。但是躺在沙发上回忆着细节，我越想越觉得不对。记得当时我在找快递的时候，赵泽明去出库了。扫码的时候响起的声音好像是待取成功，而不是已出库。我脸色一变，陡然从沙发上坐了起来，拿上钥匙，我就赶紧往赵泽明家里赶去。咚咚咚，5分钟之后，我气喘吁吁地敲响了他的房门。他还在因为之前的吵架和我摆脸色。你来干什么？哼，不是绝交了吗？我顾不上说这些有的没的，着急地拽着他的2条胳膊，摇晃着他。你拆快递了没有？没有呢，怎么了？听他否认，我松了一口气。你别搁这嘻嘻哈哈的了，赶紧去看看，那是不是自己的包裹？他虽然有些疑惑，但还是听我的话，进去看了。半晌，赵泽明脸色惨白地抱着快递出来。我取错了。我瞪大了双眼。他满脸惊恐。我刚刚和你吵架，没看清，就看了这手机后4位，居然是和我一样的，现在怎么办啊？他不会上来砍死我吧？我顾不上安慰他，拉着他还在颤抖的手，就往驿站跑去。时间很紧迫。第一，要把取错的快递及时归还快递员。上面没说及时，具体指的是多少时间，但是肯定是越快越好。第二，赵泽明的取件时间不多了，他取错了快递，那他原本要取的自然是还在驿站。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快递站，郭平正在一旁给包裹上货架。赵泽明已经慌了神，把规则忘得一干二净。他挣脱了我的手，上去就拉着郭平的手臂。我刚刚取错快递了，但是我不是故意的，还给你。
我瞪大了眼。规则第7条，快递员工作时，请不要出声打扰。我赶紧上前拉住他，但是来不及了。郭平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阴恻恻地转过头来。为什么要打断我的工作？赵泽明这才想起了什么，大惊失色，连忙摆着手后退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原谅我这次可以吗？郭平的脸色依旧阴沉，他好像根本没听见我们说话一般，依旧重复着那句话。为什么要打断我的工作？看着越凑越近的郭平，我和赵泽明都很害怕。随着他第3声为什么要打断我的工作说出口，我把赵泽明手中的快递砸到他身上，试图阻挡他的步伐，拉着赵泽明就跑。就在我们跑到门边时，卷帘门突然轰的一声落下。想起之前的那些人是怎么死的，我倒吸一口冷气，突然觉得腰椎一痛。我转过身来，防备地看着越来越近的郭平，他手里不知何时多了把拆快递的美工刀。赵泽明吓得要死，不过他还是挡在了我的身前。是我连累的你逃吧，赶紧去找找还有没有能出去的地方，我帮你挡住郭平。他的声音有些颤抖，看着他的背影，我有些感动。突然我想到了那条郭平从前用来传送快递的传送带，那里连通着外面，一般是送货的大货车来的时候，把货物从那边运进来的，会比人力搬运省劲一点。我扯着正闭眼准备赴死的赵泽明往传送带的方向跑去。到了传送带底下，我抬头看了眼，果然是亮的。我们飞速地爬了上去，那边很黑，有些看不清脚下的路。我们所有的动作都是摸黑进行。临走前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发现郭平不知为何突然不动了，他没有再跟上来，只是远远地站着看着我们。我松了一口气，继续往前爬。谁知爬到一半，突然滴的一声，电机运作的声音传来，传送带缓缓动了起来。我和赵泽明差点摔了个跟头，好不容易才稳住了身子。不知是不是设备太老，身后传来咯吱咯吱的响声，在黑暗中显得很诡异。我和赵泽明都加快了脚上的步伐，甚至还趴下来，手脚并用。传送带的坡度不小，我们爬得很费劲，爬得满头大汗，却是离终点越来越远，离底部的发动机越来越近。突然，我摸到了一个软软的、冰凉的东西。啊！我吓了一跳，赶紧把手上细细长长的物件丢开。赵泽明在我的前面，被我这么一喊，他也一个机灵。喂，你干嘛呢？吓死我了，我去！他拍了拍胸口，转头看我，大喊大叫什么呢？发生啥了？我摇摇头，没事，刚刚不小心碰到个东西，应该是遗落在这的快递吧。赵泽明掏出了手机，打开了手电筒，朝着我的方向照来。我给你打着光，你小心点走。我点点头，朝后看去，想看看刚刚绊倒我的是个什么东西。结果刚转头，郭平那张惨白的脸出现在了我面前。啊！赵泽明偏偏头，也看到了郭平那张安详的脸。再一次，第2声尖叫传来，我们2个瞬间有了力气，屁滚尿流地往前跑。刚刚看不见尽头的传送带好像突然变短了，一下子我们就跑到了头。郭平为什么会在那？我喘着粗气，惊魂未定地拍着胸脯，往那深不见底的通道里看了看。不知道啊，他应该没追上来吧？赵泽明也喘着粗气，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。不管了，先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再说吧。直到狂奔回到家，我们2个才终于有了点安全感。赵泽明重新捡起了刚刚的话题。郭平什么时候到那下面去的？我记得他不是没跟上来吗？我回忆了一下那吓人的一幕，总感觉有什么不对。正想说什么，手机突然叮叮咚咚地发出一阵提示音，来消息了。我打开一看，居然是工作群的消息。我看了下顶上的信号栏，居然有信号了。微信消息一条条地弹了出来，我顾不上回复，赶紧拨通了报警电话。你好，我要报警，我在我们驿站发现了一具尸体。赵泽明不太明白我的用意。什么尸体？你在哪儿发现的尸体？我有些沉重地摇了摇头，没有回答他。等警察来了，等他们的调查结果出来，你就知道了。赵泽明抓心挠肺。不是，咱都经历一场生死的好兄弟了，你还有啥不能和我说的呢？我摇摇头。不是的，因为我也是猜测的，不敢乱说。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些推断，但是不敢说出来。如果真的是我想的那样，那未免太过残忍了。警察很快就来了，果然，他们很快就在传送带底下找到了郭平的尸体。法医鉴定，已经死了好几天了。经过他们的推理演算，郭平应该是搬货的时候累晕了，掉在了传送带上，然后顺着传送带下去，又被卡到了电机里而死。一切真相大白。这几天的噩梦不过是冤魂作祟，怨气不散，冤魂作怪，尸身未寻，冤魂不离。但是我知道，这也怪不得郭平，他是个无辜的人。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，想到郭平的死，还是有些伤心。新的情感再加上已经破解的局，已经冲淡了我心中的恐惧。我打开手机一看，里面又是成堆的工作消息。我看着这些消息，心里五味杂陈。生活好像又要恢复正常了，但是好像又有什么地方变了。
看着老板在工作群里发的，刘少文，你今天要是不来，就再也别来了。我没有理会，而是关掉了手机。我想要继续投入工作，我至少得先缓一缓。闭上眼，我陷入了睡眠，睡了这几天来第一个好觉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是被一阵叮叮咚咚的提示音吵醒的。阳光照在了我的脸上，有些刺眼。谁呀？眼睛迷迷糊糊地睁开了一条缝。我拿手机一看，懵了。时间：2023年11月8日7点20分。我靠，怎么还是8号？还记得7号晚上回来，我收到了那条恐怖的规则。8号，我亲眼看见了李老沈的死亡。9号，我和好兄弟赵泽明生死时速，手机信号恢复。现在我怎么又回到了8号？难不成还得重新来一遍？我有些崩溃，打开了业主群，但里面却只有几个眼熟的 ID 在挑物业的刺，没再找到那条规则。微信消息还在不停地响。我看了一眼，工作群里的老板正在不停地艾特我，问我为什么还不来上班，言语粗俗，不堪入目。但是我的心反而安定了下来，不是陷入恐怖循环了就好。但是这2天发生的事是那样的真实，难道这2天是我在做梦？我更加疑惑了。我打开微博，想看一下媒体怎么说。若是真死了人，应该还是会有不少的报道的。毕竟快递员之死和双11热点刚好赶上了，他们不会放过这波流量。果然，一条新闻映入眼帘。震惊！11月7日晚，快递小哥竟因过度劳累猝死在仓库。配图是个打了马赛克的人，我通过体型认得出来，那是郭平。新闻的内容和我所想的差不多。据悉，该名外卖小哥姓郭。据警方调查，该名男子是在搬运货物时因过度劳累猝死在仓库，死后被卷入了传送带下的电机中。事发当时，因该驿站只有1名员工，呼救无人答应，郭姓小哥被卡在机器里，失血过多而亡。目前，该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，驿站老板已被传唤。我呆呆地看着这条新闻。所以说，我之前经历的都是真的。但是为什么时间又回到了昨天早上？种种疑问充斥在我的心头。不行，我得去找赵泽明问个清楚。简单收拾了一下，我就敲响了赵泽明家的门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赵泽明才顶着鸡窝头来开门。哟，是你呀？你怎么来了？他一脸惊讶。你干嘛呢？怎么这么久才开门？睡觉呢，这2天太累了，困死了。说着，他还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。怎么了？你找我啥事？我想问你一件事。啥事啊？你还记得李老沈他们一家和我邻居刘大勇吗？他们死了这么大的事，没人报道吗？谁？赵泽明挠了挠头，一脸疑惑。咱们小区有这号人吗？好像没听过呀，很陌生的名字。赵泽明更疑惑了。怎么会？我也很疑惑。我邻居刘大勇，一个中年男人，上次你来的时候，他不还和你打招呼了吗？我说的是上个月赵泽明来我家借游戏手柄的时候了。啥玩意呀？你邻居不是个美女主播吗？你在说啥呀？听了赵泽明的话，我愣住了。你是说我邻居是个女的？对呀。赵泽明一脸疑惑地看着我，似乎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问这么弱智的问题。那你记不记得你昨天和我一起去仓库的事？我又问。你傻了吧？我昨天一直在家睡觉呢，咱俩什么时候去仓库了？而且你不都连续加班大半个月了，我俩都好久没见了，好吧？赵泽明像看神经病一样看着我。你再好好想想，我昨天真的没和你一起去仓库吗？真没有啊，你没事吧？赵泽明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。你这也不发烧啊？怎么开始说胡话了？那天不管我怎么盘问，都问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最终我只好作罢。那场噩梦里死去的人，在现实世界也消失了，而且没有一个人记得他们好像被凭空从这个世界上抹去了。同样的，也没人记得这个噩梦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经历过一般。久而久之，为了不让别人把我当疯子，我也不再提起了。我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。黑心的驿站老板因为压榨员工被曝光，驿站也倒闭了。后来我们都是出去在小区门口的快递站拿包裹。就在我以为这件事就像一场噩梦般过去的时候，618到了，我又开始了长久的加班生活。这天我疲惫地回到家，发现社区群里有一条艾特全体成员的消息：618期间快递过多，请业主们取件时遵守以下规则。